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最终到底会到多少，10万、50万还是100万？不知道大家近段时间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哦？这个现象呢，让我更加坚信比特币最终一定会达到50万甚至更高的一个价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段时间反对封禁区块链的比特币的声音是越来越少，很多政界人士、商界大佬的态度都发生了逆天的反转。比如说贝莱德的 CEO 雷伟呢，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说，这比特币就是洗钱的工具，比特币涨得越高，就证明他洗钱的人越多。现如今呢，他反而成了比特币的信徒，又是申请比特币的 ETF， 又到处演讲。那除了这个雷伟，最典型的就是川普了。川普以前对比特币、数字货币这个行业那是极力的反对。布朗林肯旗下部门的 TBD首席执行官一个叫麦克的人说，他说特朗普在2020年执政期间一度的想封杀比特币，但是这个想法最终被前财政部长姆努钦给制止了。现如今特朗普不光是要去问问矿工，又是发表演讲支持加密货币捐款，又是自己发行 NFT 的行为。他甚至一度的说，上台后要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资产来看待。那我们现在看这些大佬为啥变脸，各有各的原因哦。但是最终的原因呢，都是意识到区块链呢，它的发展及普及是无法被阻挠的。因为人类的发展它本来就是前进的，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人类最终会走向更高效。比如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火车出现，马夫们罢工的，滴滴面试，有多少城市的出租车罢工？比如重庆，那当时是一个火热朝天的。比如现在无人出租车又出现了，滴滴司机又罢工了，对不对？罢工有用吗？答案肯定是没有用，这会最终向更便捷、更高效的方向去发展。如果根本无法阻挠，那我们只能去拥抱和接受，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完这一个客观的原理，我们回过头来再聊一下加密货币的行业必须发展刚性的原因。其实币圈呢，在漂亮国发展之所以非常顺利，是因为政治给它开了一扇后门。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两党比如这次美国大选，川普非常有可能胜出。那如果川普胜出了，币圈必定会大涨，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川普是支持比特币的；第二，币圈势力也在捐款给川普；第三，川普奉行的小政府主义也会给币圈这样一个新兴产业大量发展的机会。它的监管呢、税收呢，其实远远不及民主党的大政府主义。川普上任之后呢，要把比特币作为美国的战略储备资产。所谓的美国战略储备资产，就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储备的各种资源，这里面包括天然气、矿、铜、铂、铝等等，这些都是战略物资。那比特币为啥是战略物资？我们通过俄乌战争就可以知晓一二开战之后，俄罗斯的经济遭到了封锁，其他银行不给他转账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中间的转账，比特币应该占了很大的一块功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比特币是绝对的战略物资。那美国把比特币作为战略物资，其他的国家那不就是也跟着学美国吗？也可以把它列为战略物资，对不对？那到时候比特币将迎来巨大的空前发展。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做？核心的原因还不就是为了争取加密货币嘛？因为很多人手里的那一票就可以投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政治行业为我们数字货币的发展呢提供了一扇后门，对不对？那有小伙伴可以说这是共和党的事，那民主党呢？其实民主党他也是非常支持比特币的，因为民主党奉行的是大政府主义。什么叫大政府主义呢？他们会有高税收，大量的向企业征税征出来的税给居民提供高福利。你想要税收呢，你就要挑有潜力、有发展的企业去征收，对不对？那收税就意味着管理，你先要把它管起来，才能进行对它一个收税，对不对？所以数字货币作为高发展、资金密集的行业，这么大的税收油水，你说民主党他会放手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拜登执政期间，他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意思，出台了这个比特币的 ETF 以太坊的 ETF 睾丸
Coinbase 告瑞波，告完瑞波告币安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管理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税收？民主党的宗旨就是帮你们这些全部圈起来管理，在我的管理下，你们才可以慢慢去发展。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大选不管是谁选上，数字货币终将发展，区块链的革命无人能挡。那我们顺着这个发展往下想想，既然无法阻挡持续发展，比特币会面临什么问题？目前比特币已经发展有10几个年头了，前后也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它可以是一个洗钱工具的说辞，在早期的时候，包括当时的丝绸之路事件，它确实被确认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洗钱工具。但是后面随着时间的发展，比特币的体量越做越大，它的受众用户呢，那越来越广，也更加的多元化，最终呢，它成了一个数字黄金的角色，也就是市场认为的，它是一个比较良性的风险资产，而且呢，是很多机构争先恐后的去做资产配置的好的风险资产。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它跟主流的资产相关性非常低，那机构配置了这样的资产呢，相当于分散了风险，是资产配置的常用策略之一。我们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从这样的一个数字黄金，现在变成了整个数字行业的一个行业标准，只要它涨，山寨币就涨；只要它跌，山寨币也跟着跌，就涨不起来，是不是？它作为我们行业的指标已经有2-3个年头了，那下一步再继续发展，它的归宿是什么？很多人说，难道它要代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那关于这个呢，有的人可能认为是有可能的，个人认为还是很难的。因为比特币呢，它目前毕竟是虚拟货币，它是一个不稳定的资产，它本身呢就是 USDT 计价的，那 USDT 是美元的稳定币，还是脱离不了美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美元的产物，它是很难去取代美元代替世界货币的。但凡事都有可能啊。比特币呢成为全球最新的价值共识的货币，为什么呢？论证这个问题，那咱们反向证明一下，比如美元崩盘，世界会是什么个样？简单阐述一下啊，也就是美债体量过大，美国的经济增长乏力，而且呢又参与了一些地区的战争，消耗很大，再加上一些东方大国的竞争。那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又要继续跟人家打贸易战等等，这些策略，这些都是加在美元头上的一些伤害啊。这些伤害累积到最后终究会爆发，对不对？美元也有可能是崩盘的，并不是说它稳如老狗一动不动的。而且咱们还要说，其实旧的美元体制呢是无法适用于现在新的人类文明，现在是互联网的文明，微基础文明， AI 文明，那美元的体制能行吗？在这种新的文明下，银行体系瘫痪有可能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美元它也有可能崩的，对不对？今天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假设美元崩盘了，全球人民会用什么样的货币度过这个难关？说到这个问题上呢，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真的到了那一步，是不是可以物物交换，用你们的国家的粮食来换我们国家的能源？美元都崩了，美国都崩了，也不要你的钱了，我不收你的钱，只要你的资源，我只要你的东西，那不就行了吗？但是有一个缺点在里面，物以物的交换，它是不是效率非常的低啊？还是得有个货币来扮演这个交易的角色，对不对？人民币吗？美国人民同意吗？西方国家的人民同意吗？欧元？那美元都崩了，欧元难道它能好到哪里去？所以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比特币它足够中立，而且只要全球人民都勉强愿意接受它。当然了，比特币要发展到全球人民都勉强接受它，是需要时间空间的演变，有机会展现在全球人民的眼前，让全球人民受到全球人民的关注跟接受。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才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当然了，不管到不到那个时候，比特币的发展肯定是不会停止的，比特币依然能够改变世界，因为它本身出现就打破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叫外汇管制。外汇管制是什么概念？简单来讲，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限制自己国家的公民把本国的法币换成外国法币的一个额度。那为什么要限制这个换币的额度呢？它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国内的循环发展稳定。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李斯的国土面积非常小，我们现在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每人每月1万块钱的收入，房子50万一套，
老百姓2年工资占一占，付个首付，2年时间可以买一套，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李氏国家是不是内循环很稳定？但忽然有一天，有个张三国，他联合赵氏国家一起准备了几个亿的资金，来到李氏的国家炒房。在这样大量资金面前，李氏国家那点房子根本就不够他买的嘛，一下就把他们房子全部买断。买断之后，他再卖给我们李氏的老百姓，原来的50万变成现在200万一套，那老百姓买不起房子都流离颠簸了。所以我们整个李氏国家会不会崩盘？这就是外汇管制的一个重要性，限制外汇的流入流出，这是国家治理方面最重要的3原则之一。我们也都知道，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它有3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它形成国土的界限，在我们的领土上是绝对不容侵犯。第二个，它形成了资金界限，调控外汇管制，调控进出口管制，调控内循环，调控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接口。第三个呢，要形成信息的界限，信息的界限可以做到统一思想，保护本国的人民不受到外界的干扰，维持国家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经济的界限就是在外汇管制，这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啊。很多国家因为这些没有做好，导致国家崩盘。他们在这个3要素里面只做到了国土边界，没有资金边界，国内经济很难发展，内循环始终无法形成。所以这就导致了其中有一个因祸得福的原因，它形成了一个外循环的避风港。这就是很多金融精英都需要一本小国家的护照的原因。好了，回到虚拟货币上，我们是不是意识到了咱们的数字货币呢？它天生就没有这样一个限制，对不对？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围墙，它没有所属权，它甚至没有主体，它是去中心化，它甚至不需要主体，它是伴随互联网而生，到现在也是无法扼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美元不崩盘，美元本身不出错，那随着比特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落地推广普及，再加上一些 ETF 的政治演绎，对我们行业的推进，使得这个加密货币越来越出名，有更多的机会显露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甚至最终出现在普通全球人民的视角中。这样一来，受众的群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最终假以时日，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虚拟货币在全球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通用货币。这就是区块链持续发展能带给世界的变化。我们面对变化需要拥抱它，接受它。毕竟科技进步现在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无法阻挠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兄弟伙有所帮助，请留下你的订阅及赞赞哦，开启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